我叫沈周月，因为一场意外穿越到了一个被皇帝满门抄斩的国公府嫡女身上。郑国公府满门获罪，父亲斩首，女眷冲入教坊，何府上下无一幸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而郑国公私藏禁物，图谋不轨，罪大恶极，着即斩首示众。男丁尽数发配边关，永不得赦。女眷不论嫡庶老幼，尽数没入教坊司，永堕贱籍。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现在是抄家的7日前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干脆让国公府散尽家财，做回普通人家。府上在册千亩良田，成堆官窑兵器摆件，全是能扣私举甲兵、图谋不轨的证据。把这些明面上的公差低价脱手，让您拆掉皇帝治我们谋逆的把柄。小姐，您大病初愈，怎么赤着脚就下地了？阿竹，你现在立刻把我院里剩下的值钱东西全部清点出来，压箱底的装花缎、古董摆件、各类首饰，全部拿去城南贱卖，越快越好。小姐，您是不是烧糊涂了？那些东西可都是您将来的嫁妆。命都没了，要嫁妆有什么用？快去！对了，立刻把周管家请来。周管家，我要你把这些绸缎、古董、首饰，还有城南的铺面，外加挂在沈氏宗祠名下的田契，全部贱卖。大小姐，铺面和田契那可都是国公府的根基呀，全卖了，国公府就什么都没了。这些产业是沈家2代国公用性命拼来的，若是贱卖，老奴怕是要被打死啊！周管家，您管了国公府30年的账，城郊祭田上个月被截胡200只，是您拿去接济刚闹饥荒的女儿家，给外孙糊口的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不追究您失察之责，反而要谢你。谢我？那笔被劫走的粮食，恰好说明国公府的田产远比账面上多出来的那部分，现在散出去，还能换回现银和粮食。若是等7天之后官兵再来，这些可全都是抄没入关的罪证。大小姐，您方才说7天之后官兵再来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你记着，3日之内，城南粮价必涨3成。东周漕运断了，国公府门外会出现穿便衣的顺天府暗菜蹲守在西角门对面的茶台上。你可以自己验证，看我说的对不对。庄头劫粮，漕运要断，这些是他一个深闺小姐从何之旨？莫非大小姐真能未卜先知？大小姐，您究竟想做什么？我要你把国公府名下所有田产、铺面、祭田庄子的地契、房契全部整理出来，一份不留。在3天之内，以低于市价3成的价，全部脱手。全部脱手？那可是几百亩良田，数十个铺面，一座庄子。大小姐，散尽家财，可是需要向郑国公还有老太爷禀告的大事啊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，你照我说的做，出了任何事情我来承担。到第7天，你自然会明白，国公府越穷，活下来的人越多。大小姐这是大病一场，烧糊涂了，必须禀告国公和夫人。胡闹！国公府几百亩良田，城南数10间铺面，承销一座庄子，连宗祠名下的祭田都要卖了。你想刨去国公府的根吗？我看姐真是病糊涂了。那些田产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，全卖了，咱们沈氏一族难道要去街上讨饭不成？周月，我知道你大病初愈，心思乱，可散尽家产这样的话，可千万不能乱讲啊！我这样做是为了整座国公府。7天后，皇帝就要抄了国公府，爹会被斩首，男子发配边关，女眷冲入教坊司，堕入贱籍。
逆女！你再满口胡言，信不信我抽烂你的嘴？爹娘，今日我把话说明白，国公府名下的田产铺面、祭田庄子一样不留，全部变卖，所有损失全由我嫡长女一脉承担，绝不牵连旁支半分。姐姐这话说的，什么叫绝不牵连旁支？国公府的基业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将来列祖列宗问起来，姐姐一个人去地下解释吗？夕颜说的对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列祖列宗？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我沈家儿郎上战场出生入死才挣的家业，是让你施舍出去的吗？您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7日后您自会明白，国公府越穷，活下来的人越多。周月说的不错，爹，周月烧糊涂了，您怎么还替他说话？不是周月糊涂，是你们糊涂。我是3朝老臣，你也服侍过2代君王。我们沈家封王拜相，风光在京城无人能及。如今当朝皇帝刚刚驾崩，新皇7日后登基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。新皇帝登基后，第一个就会拿我们镇国公府开刀。可是爹，新皇正欲远征漠北，需要我挂帅出征啊，怎么可能会拿我们镇国公府开刀？你太不了解皇帝的心思了，谁能允许一个手握兵权、名声显赫的异姓世家永世存权呢？我们沈家不过是老皇帝为新皇帝养的家畜罢了，想杀，随时便杀。丫头，你跟爷爷的心想到一起去了。爷爷支持你，以后周管家任你调遣，你想卖什么那就卖。谢爷爷。走，别和他们解释，陪爷爷唠唠嗑。姐姐疯了，爷爷也跟着疯了，咱镇国公府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？爹，你之前说城南的铺面要挑出来几件我将来的嫁妆的，你快管管姐姐。放心，也不会任由他们胡闹。沈大小姐，您托人送来的那批东西，老朽都过眼了，2匹妆花缎，1套赤金点翠头面，3件官窑青花，都是官家的好东西。您今天尽管开价，老朽绝对不还价。一口价，1个物请30两，不允许抬价。后续还有几批货，你只管派人来拉，你要多少我出多少。30两，大小姐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我堂堂镇国公府嫡女，谁和你开玩笑？你到底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您今儿出多少，我要多少。行，进院里搬吧。所有东西直接运出城，不走国公府正账，不入库本。交接单子看完即焚，不得留任何字据。掌柜那头若是问起缘由，就说是我暗地里托卖的，跟国公府没有半分关系。明白。沈大小姐，今天实在是装不下了，您看要不我改天再来？得了便宜就快走，小心我家小姐反悔。好嘞。第一批福财终于脱手了，距离抄家还有7天，一定要赶在官兵再来之前，把家里的值钱玩意儿全散干净。好你个沈愁月，竟敢故意奸府内财物，中饱私囊！刚才那些东西都是我屋里吞的嫁妆，我想卖就能卖，关你什么事？谁信你的鬼话？谁知道你卖的到底是不是自己屋里的东西？把爹娘屋里的东西拿去贱卖，中饱私囊，也为何之？我说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镇国公府。我卖完了自己屋里的东西，紧接着才会卖别的。你听听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一口一个散尽家财，保镇国公府平安，可卖出去的钱，最后还不是进了你自己的口袋？等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倒腾出去，攒够了银钱，远走高飞，留全族上下在这里等死是吗？你既一口咬定我私下敛财，不如咱们就到祠堂，当着列祖列宗的牌妹前，把账一笔一笔说清楚。好啊，今日父亲去军营了，家里没人主持公道，不如把沈氏一族有威望的族老全叫来，当着族老和牌位的面，1-5、1-10对账。好啊，去就去。周管家，立刻召集族中长辈，即刻到祠堂议事，是黑是白，我当众跟大家说清楚。是。今日召大家来，
是有一桩关乎全族生死的事。7日后，新皇登基，咱们镇国公府满门获罪，父亲斩首，男丁发配边关，女眷冲入教坊司，何府上下无一幸免。什么满门获罪？新皇登基还要靠咱们国公爷挂帅出征呢，怎么可能拿国公府开刀？可不是嘛，我看他就是大病一场，把脑子烧糊涂了。林长宇临出议政来了，平白无故咒全家遭灾，这话也亏他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说出口。我跟你们说，他只是神志不清才胡乱言语。沈家素来安分守己，朝廷不会轻易追究咱们。往日家族间常有纷争，沈家向来安稳无事。眼下唯一的活路就是散尽家财，田产、铺面、祭田、庄子，全部贱卖脱手，一件不留。只要国公府变得一文不值，圣上便不会再有所忌惮。卖田产，这是要刨咱们沈家的根呢，荒唐！大家听听，这就是咱们嫡长大小姐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在这里咒全家抄斩灭门，真是脑子烧坏了。田产是祖上传下来的，铺面祭田是全族的家底，他说卖就卖。我看他就是想借着由头私吞族产，中饱私囊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只是觉得，留着那些带不走的东西，不如散出去换全族一条活路。你这就是亵渎列祖列宗，纯纯的妖言惑众。咱们沈家2代国公挣下的基业，今天就要败在你个闺阁丫头手里。成何体统！快让他退下！退下去！别在祠堂里咒咱们全家！谁说我家丫头是妖言惑众？我是3朝老臣，沈家封王拜相风光了30年，可这30年的风光，哪一任皇帝不是笑脸相待，转身磨刀？新皇登基，头一件事就是拿我们这种功高震主的老臣开刀，立威四方。你们不肯信周越，那就信我这把老骨头说的话。今日起，周越说的话，就是我说的话。谁再敢说他一句妖言惑众，先来问我这把老骨头答不答应？爷爷，散尽家财是咱们沈家唯一活路，信的就跟着走，不信的，等7日之后，你们会想起来今天说过的话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连爷爷都站在他那边？第一批福财全数清点完毕，共得现银1200两，按全府上下43口人核算，够撑过3个月开销。老弱妇孺单独造册，若需要转移，先走第一批。大小姐放心，赵掌柜那头嘴严得很，交接单子当场就分了，没留任何字据。城南那几间铺面的地契，明日就能脱手。买家是老主顾，不问来路，只认价。进度比预想快，距离抄家还有6天。祭田和庄子的契书必须赶在3天之内全部脱手，1天都不能耽误。大小姐放心，老朽盯着，绝不会误了时辰。想说什么就说。只是，国公爷今晚从军营回来了，散家产这么大的事儿，旁支那边已经闹到前厅去了，怕是瞒不住。该来的总会来，剩下的章程我在拟，你守好账册，没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准靠近半步。是。爹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您再不回来，咱们沈家列祖列宗传下的基业都要被姐姐败干净了。希恩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今日到底怎么回事？姐姐趁着您不在家，私自做主，把咱们府里值钱的绸缎、首饰、瓷器、珠宝，全以30两1件的价贱卖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姐姐连城南的铺面、真交的庄子、宗祠名下的祭田都盯上了，正跟周管家商量着要全数贱卖脱手。逆女，她竟敢真的私自贱卖家产，打祖宗基业的主意！
把我沈家祖业当儿戏！你们快去叫上人手，去东跨院，把那些地契房契全拿回来，再把那个逆女给我带过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国公爷回来了，发了好大的火，说要让人把地契房契全拿回去，还要抓你过去。是不是沈西言来找我爹告状了？对，小姐，要不您去跟国公爷认个错吧。慌什么？去灶房熬一碗银耳莲子羹，温在火上。小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想着喝羹？国公爷都要气疯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尽管照着我说的去做，把羹熬好，剩下的我去做。爹，女儿给您熬了羹呛火。呛火？你想要气死我？个孽障，私自贱卖家产，打祖宗基业的主意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祖宗？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我告诉你，那些贱卖出去的东西，立刻给我追回来！铺面田契、祭田庄子，一样都不准卖！再敢妖言惑众，搅乱人心，我就把你禁足在院里，半步都不准出去。女儿卖的是我自己屋里的福财，半分没动公账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全家活命。活命？我看你是大病一场，鬼迷心窍。你以后不许再出闺房半步。可是爹，女儿这么做都是为了应对7日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啊！如果不提前散尽家财，把田产铺面全数脱手，圣旨一到，何府上下谁都活不了。什么灭顶之灾？我沈镇为将30年，从没听说过新皇登基先拿红骨之臣开刀的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。等圣旨真的来了，满门抄斩，女眷冲入教坊，到时候再想散财保命就来不及了。你还敢说？老爷，你消消气。周月大病初愈，身子还虚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吓着孩子。吓着他？我再不管着他，他就真的要把整个国公府都掀翻了。老爷，周月从小就心善懂事，从来不会无端胡闹。这次他虽行事出格了些，可心里定是有自己的思量。再说他卖的都是自己屋里的嫁妆旧物，没动公账半分，算不上败坏祖业。他这是拿自己屋里东西折腾吗？他是在咒全家抄斩灭门。爹，女儿只求您一件事，给我7日的全府资源调度权。这7日里，府里的田产、铺面、祭田庄子的处置，都听我安排。若7日之后圣旨没来，国公府平安无事，女儿甘愿跪祠堂领全套家法，任凭宗族处置，绝无半分怨言。丫头，你疯了！全套家法是要打板子的，你身子怎么受得住？可若女儿说的应验了，往后全府的活路必须按我的安排走。不可能！想都别想！这孩子大病一场醒来，突然如此反常，难道他真的提前知道了什么？就连老爷子也站在他那边。今日召诸位来，是为小女沈周月所言散尽家财、避祸保命一事。此事干系重大，我沈镇绝不答应。国公爷说的对，祖宗基业，岂能说散就散？沈镇不答应，我答应。爹，您怎么又？我是3朝老臣，沈家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看得比你们谁都清楚。新皇登基在即，镇国公府功高圣主，这7个字就是催命符。周月这丫头说的，句句是活路。爷爷，您老糊涂了。姐姐
姐她分明就是妖言惑众，私吞祖产。我还没死，轮不到你来说我老糊涂。我虽是个妇人，但嫁入沈家20年，自问从未亏待过沈家半分。今日我说句公道话，周月这孩子大病一场醒来，处处为全族着想。他卖的是自己屋里将来的陪嫁，没动公账1文钱。他若真想私吞，何苦把自己的嫁妆都搭进去？老爷，我嫁给你20年，头一回求你信周月一次。哼，一个出嫁从夫的妇人，也敢在宗祠议事台上指手画脚了，还有没有规矩？她是沈家3媒6聘抬进来的当家主母，她说话的规矩，还轮不到你一个旁支叔公来教。你要散尽家财可以，但有一条，散出去的东西出了这个门就是旁支的了。往后无论发生什么，嫡系一脉不得反悔，不得追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拿回来。你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所有田产、铺面、祭田庄子，今日立契交割，全数归旁支族老会。嫡系一脉只留现银和城外藏粮，绝不反悔。随你吧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若7日后平安无事，你贵祠堂领全套家法，我不会替你说一个字的情。女儿谢爹成全。丫头，爷爷在一天，就替你撑一天腰。凭什么？母亲替他说话，爷爷也替他说话，连爹都被逼到松了口。沈愁玉，你等着！爹，您看看，几位叔公都签了字。既然姐姐口口声声说要散尽家财保平安，那就立字为据，1、5、1、10的分清楚，省得日后扯皮。沈震，不是叔逼你，但话说回来，既然大小姐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咱们做长辈的也不好拦着她替全族着想，对吧？今儿就在祖宗牌位前把契立了，把账分了，往后各过各的日子。三叔说的倒轻巧，分家散产是大事，你当我沈震是那种随便几句话就能被架着走的人？沈震，你既然松了口，就别在这时候端着了。周月要散的是他自己主张的那份，田产铺面、祭田庄子全归旁支，咱们手里只剩现银和城外藏粮，这不正合了三叔的心意吗？老爷，事已至此，当断则断。你今日若不让周月把这契立了，明日庞麦闹得更凶，到时候连现银和藏粮都保不住。好，立契。今日起，沈氏分家，我与父亲直系一脉，外加自愿追随我们的人，只留现银与城外藏粮，剩余的千亩良田、城南铺面、祭田庄子，全数归庞麦族老会。往后各家散财避祸，各凭本事，生死互不相干。分家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凭什么说分就分？这可是分裂宗族的大罪。爹，既然姐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看就这么定了，省得往后大家互相拖累。逆女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分家列宗是大罪，你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？爹，女儿知道自己做的事在您看来是大逆不道，可今后圣旨一来，您就明白了。女儿今日散的不是祖产，而是催命符。沈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分家散产是我沈连山同意的。周月这丫头是替我沈家留活种，若列祖列宗要怪，怪我老头子，别怪一个孩子。老爷，你若一定要找个人担这罪名，我替周月担。20年前我嫁入沈家，沈家待我不薄，今日我替沈家留一条活路，不算亏。诸位若是应允，此刻便立下字据，往后田产铺面、祭田庄子全归旁支，我们嫡系绝不踏足半步，双方的账目一清二白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好，沈周月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快，去执笔来，当场立契。沈震，请吧。爹，快签吧，签完了各走各路，省得姐姐天天说咱们拦着她救全家。签了，终于签了。分家契约签了，从此直系一脉与旁支再无瓜葛。
田产铺面、祭田庄子全归了他们，我们手里只剩现银和城外藏粮。庞之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但他们不知道，7日后圣旨一来，谁拿着地契田契，谁就是第一个被顺天府找上门的人。走吧，丫头，后面的路还长着。哎呀！距离抄家还有5天，分家之后，嫡系旁派2清，但散财的步子不能停。手里现银再多，也得换成能带走的东西。接下来的5天，比前面5天更难。丫头，回去歇会儿，明天爷爷陪你去城外看看那批藏粮。周月，跟娘说实话，这阵子你卖嫁妆、散铺面、闹分家，弄得全府上下人心惶惶。你到底是怎么笃定会有圣旨来抄家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了？娘，我大病昏迷那几日，做了一场凶梦，一场真实的像亲身经历过的噩梦。梦里官兵闯进镇国公府，爹被拖出去斩首，男丁发配边关，女眷冲入教廷司，何府上下43口人，无一幸免。我亲眼看见匾额砸下来，镇国公府4个金字断成2截，尘埃飞溅到脸上，满嘴都是血腥气。后来我拼命跑到城外，回头看时，整座国公府已经空了，连门前的石狮子都被人推倒了。可那只是梦啊！不是梦，娘，漕运断了，粮价涨了，顺天府暗探已经在西角门外蹲守了3天。我梦里梦见的事情，一件接一件全应验了。我不能看着爹，看着全家人死啊！我苦命的孩子，难怪你醒了就像变了个人，原来是受了这么大的惊吓。你放心，娘信你。往后散家产、躲官兵的事儿，娘帮你遮掩。你爹那边，娘也去劝，咱们娘俩一起把家里人都护住。这是我嫁入沈家20年的全部提息，首饰能兑银子。这几张银票是通州银号的旧票，虽然折了价，但线下还能换现。这半张田契是我娘家陪嫁的一处小庄子，不在国公府官册上，拿去卖了换粮也能应急。娘，这些都是您下半辈子的保命东西，您就不怕我预判错了？圣旨没来，这些东西散出去就收不回来了。娘信你。你刚才说的那些梦里的惨状，娘想着就心口发疼。我虽是继室，可你从小在我跟前长大，我叫了你20年的女儿，你叫了我20年的娘，你做的事儿，娘信。娘，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。我已经托人带信给通州娘家相熟的商户，帮忙采买粗盐、驱寒草药，还有油布。过2日就送到城外3里铺，能多备1分，咱们就多1分活路。分家契书写得明明白白，我们大房该分得对应份额的现银和城外那批存粮。今日我来提银子。分家，爹纵容女儿妖言惑众，分裂宗族，没把你们逐出沈氏就不错了，还想要全额的银钱和粮食。就这么多，爱要不要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出城往3里铺去的主路，我们已经派人盯死了。往后谁再敢私运东西出城，按族规重罚，打断腿都是轻的。这是旁支族老会共同议定的，大房执意分家列族就该受罚，1成银钱和半袋陈粮是赏你们的，主路盯死是防你们私运族产。听见没有？赏你们的。西言，你把好关口，出了岔子，唯你是问。三叔公放心，我盯得死死的，半粒粮、半两银都别想运出城。周管家，你也是府里的老人了，何苦跟着一个疯丫头趟浑水？你们！小姐、夫人，分家协议里说好的3成存银和城外粮，二小姐他们只给1成，还骂我们是叛族，荒唐！分家契书是族老会一起画了押的，他们怎么敢公然克扣？出城往3里铺去的主路也被二小姐派人盯死了，往后银钱和物资根本运不出去。二小姐这么做也太过分了，虽然分家，但大家最起码还是一家人啊。主路被盯死，在意料之中。沈西言既然敢明着克扣，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。小姐，那可怎么办？
城外3里图废窑里还等着补粮，通州商户的物资眼看就要送到了，运不出去全白费了。阿竹，你现在就往城外3里铺去，寻周管家说的那位老镖头石叔。找石叔，你问他还记不记得那条藏在芦苇荡里，除了老镖客没人知道的小道。告诉他，我要借那条路运物资出城，酬劳按石叔开的价来。记住，走小路，别被沈七言的人看见。这条道是我们眼下唯一的活路。阿朱说，你要借芦苇荡那条小道运物资出城。那路荒了快10年，泥沼暗部，脚下就是烂滩，稍有不慎便会陷进去。我知道路险，但出城主路被沈西岩盯死了，这是唯一能避开他眼线的通路。我在城外跑了40多年的镖，今年朝堂的风向我多少也晓得。新皇登基在即，京城里功高郡主的人家一个接一个的倒。没想到你一个小姑娘能想得这么长远，连避祸的退路都找好了。这忙我帮了，不光带路，我手下还有4、5个老弟兄，都熟城外的小道，帮你运粮、守废窑都行。多谢石叔仗义，酬劳按市价双倍算，绝不让兄弟们白忙活。算了，这么多年周管家没少照应我的生意，我帮你们一把，就当还他的情。小姐，这路也太险了，二小姐那帮人就算想破头，也猜不到我们敢走芦苇荡运粮出城。险是险，但够隐蔽。接下来通州商户的物资会分批送到，全走这条道，绝不能走漏半分风声。除了糙米、薯干，再增买粗盐、油布、锄头、斧头以及棉花粗布。买这些是为何？盐能存粮，油布防潮防水。大祸过后，这些都是救命的东西。没事，是野兔，都抓紧走，天亮前必须把这批货送进废窑。最里面那片干燥区域单独划出来，分成2块，一块做药材区，一块做衣物区。小姐，衣物还要单独放吗？跟粮食堆在一起不行吗？不行，衣物最怕受潮，发了霉就没法穿了。先铺一层干稻草，再垫上油布，四周撒上生石灰吸潮。药材也要做好防虫处理。小姐，您懂得真多，老朽管了半辈子国公府的库房，都没您想的这么周全。多看了几本杂书罢了。距离抄家还有4天，粮食、药材、衣物、工具都在陆续进窑，但沈西岩那边不会一直蠢过去，他迟早会发现我们在城外另有活动。我必须赶在他发现之前，把最重要的那批东西运完。盯了整整3天，主路上连个运货的影子都没有。小姐，奴婢让人在主路轮班盯着，真没见周管家他们往城外运东西。不可能！沈周月那贱人分了那么多银钱和藏粮，连田产铺面都舍了，绝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肯定有别的路。你带2个人，别死守主路了，绕着城外3里铺那片给我搜，芦苇荡、土沟、废窑都别放过。我就不信他能把那么多东西凭空变出城去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只要找到他的思路，抓到他私运府产的现行，咱们就能名正言顺把他们一家彻底赶出国公府。沈周月，你等着，你散出去的那些东西，迟早全是我的。今日召大家来，是要组建护产队。我沈周月在此许诺，待大祸过去，风头平息之后，每位入队的弟兄都能分得一笔安家银，外加半年口粮。大小姐，我们选择跟随小姐，小姐需要我们，我们就上。我也报名。这不是沈西岩身边的跟班阿顺吗？他怎么混进来了？
小的叫王二，是城外新来的散铺，也想混口饭吃。好，你编入外围巡逻岗，负责出城道口值守，多留心城里的动静。是，小人记住了。小姐，方才那人明明是沈西岩身边的阿顺，摆明了是来打探虚实的，您怎么还把他收进队里？我现在就把他抓过来扔出城去！敢来费窑当细作，老子打断他的腿！沈西岩安插的人，留着就是个祸害啊！今天我们赶走了一个阿顺，明天沈西岩还会派一个我们认不出的人来。藏在暗处的眼，防不胜防。往后我们想让沈西岩知道什么，就让阿顺无意中看到什么。与其防着暗处的刀，不如握着这枚名旗，牵着沈西岩的鼻子走。小姐此计甚妙。师叔，往后给他安排外围的人，绝不能让他靠近费窑深处的储粮区。日常巡逻的路线，也挑无关紧要的地方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这小子总往窑里凑，再不管就要摸到储粮区了。别急，他想看就让他看场好戏。你待会儿吩咐下去，所有人照常做事，不用拦着他。不拦着，那他万一真摸进储粮区，他摸不进去。我要的就是他自以为摸透了我们的底。哎，小姐，这可怎么好？窑深处的墙角又渗水了，昨儿堆进去的粮袋都潮了小半，再这么下去，这点存粮都得霉烂在窑里。我也正头疼这事，本以为废窑干燥能存粮，谁想到今年雨水重，渗水这么厉害。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粮坏了吧？要不，还是按您之前说的，把大半粮食挪去三里铺老仓。废窑里就留半个月的口粮应急，剩下的分批往老仓挪。这事儿你悄悄安排。距离抄家还有3天，沈西岩越早信了废窑存不住粮的假象，越不会盯着我们的真实储粮地。受潮损耗，分批转运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我说怎么费窑看着没多少粮，原来大头都藏在三里铺老仓。这丫头片子还挺会藏，可惜啊，还是露了马脚。我已经把假账册给沈西岩派来的细作看了。小姐，这假账册真能骗过沈西岩？那丫头生性多疑，恐怕不会轻易全信。是啊，万一他不信，再派人去三里铺老仓实地查验，那不就露馅儿了？他当然不会全信，但他会信7分，疑3分。这7分笃定，就够他乱了阵脚，自己往坑里跳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们照常往三里铺方向运些装着沙土的粮袋，做做转运的样子。小姐，师叔，方才巡逻的阿顺说肚子疼得厉害，告了假，提前回城了。这么快就去报信了？不急，戏才刚开场。他回去报得越急，沈西岩就越坐不住。接下来，就该轮到沈西岩出招了。小姐，成了，我把费窑的底都摸清楚了。哦，说说。那费窑看着大，实则深处渗水严重，存不住粮，里面就剩半个月的应急可粮。沈周月那丫头把大半粮食都偷偷运去三里铺老仓了，我还亲眼看见了她的账册，数目错不了。就凭你3言2语，我就信了。沈周月那贱人鬼得很。小姐，我亲耳听见他跟周管家说渗水的事，还亲手翻了账册，那账册上墨迹都新旧不一，绝对是真的。这贱人骗你，你个蠢蛋！赶紧回去，给我再探再报。小姐说的对，咱们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信，得想个法子试探试探。
小姐料事如神，那细作果然连夜回城了，看方向直奔沈西岩那儿去的。沈西岩不会仅凭一次探查就下定论。不出所料，明日探子定会再度折返，潜入废窑深处，暗中探查我方动向。那咱们要不要加派守卫，把废窑四周守死，绝不能让他摸到真东西？不必，守死了，他反倒笃定废窑里藏着重兵存粮。怎么说？我们给他搭好台子，让他放心大胆的探，只看我们想让他看的。师叔，你即刻安排，明面上加3处明岗，故意松垮些；换班时辰故意留半炷香的空当，露个破绽给他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等下，暗处在不5名身手好的暗哨，藏在芦苇荡两侧的林子里，全程盯着他的动向。好一招虚虚实实，他越想挖真相，就越容易掉进咱们部的局里。他疑心重，只有自己亲眼撞见的，才会深信不疑。什么行事缜密，滴水不漏，也不过如此。3处岗哨全是摆设，沈初月那丫头也就会摆空架子。来了，就是这小子。按小姐吩咐，别惊动他，远远跟着就行。还以为自己多有本事，连咱们暗哨都没发现，这就得意上了。都精神点儿，仔细巡查四周，别放闲杂人等靠近。小姐说了，这几日正是要紧关头，出了岔子，谁都担待不起。放心吧，师叔，我们都盯着呢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有探子，快抓住他！慢着，让他跑。师叔，不追了，再往前跑几步就能逮住他了。追什么？小姐特意交代过，放他走。不把他逼到这条道上，他怎么能撞见咱们的运粮队？真抓住了，反倒坏了小姐的计策。合着咱们这是故意演给他看的。走吧，回去守着。接下来该看老仓那边的戏了。好险好险，差点就栽在这儿了。这废窑门口守得死严，有没有暗道，还是半点头绪都没有。就这么回去，小姐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深夜还要赶路运送补给，路面湿滑，行程奔波十分疲惫。小声点，这都是废窑挪过来的主力粮，窑里地方小，放不下。小姐说了，全藏去老仓才稳妥。真要是被人摸了底，咱们都得完蛋。行，我知道轻重，赶紧办完这趟，还有好几趟呢。果然，老仓才是真的仓粮地，废窑那点粮就是摆出来撑场面的幌子。不行，废窑里到底有多少存粮？有没有别的暗道？我还是没摸清。我就蹲在这儿潜伏一夜，等天亮后废窑开工，我混进去当帮工。大哥，俺是城外逃荒过来的，家里田全被水泡了，来求口饭吃。行，去后面棚屋搬杂物，管2顿饭，跟着走，别乱跑。左脸带痣，穿灰褐短褐的那个是沈西岩的细作。等会儿照着咱们商定的演，分寸拿捏好，别露破绽。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难挨。废窑里那点存粮，算来算去只够半月开销，连杂物都得省着用。先生，不是说咱们城外囤了不少粮吗？大伙儿都还挺安心的。明面上的架子能信，也就摆出来稳人心的。真要撑过这阵子，
全靠三里铺老仓藏的那批主力粮。哎呀，粮袋破了！费瑶果然全是成人面的空幌子。鱼上钩了，接下来就该等沈西颜出他的招了。小姐，绝对错不了，那丫头片子把大半粮食都偷偷运到三里铺老仓去了。城外的费瑶真的渗水严重，存不住粮。小姐，既然老仓才是命门，咱们干脆连夜带人把老仓抢了，断了他的粮道。城外那帮人撑不了3天就得散。不急，万一是他设的圈套呢？真真假假，总得试过才算准。三叔公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快请坐。阿顺带回来的消息，7分虚3分实，不能全信，也不能全不信。三叔公，那您的意思是就这么干等着？费窑上头有条废弃的老排水沟，你夜里带人去挖开，引雨水往窑口灌。他要是真缺粮，窑里真渗水，必然会急着往城外老仓转运，到时候真假一眼便知。高啊，三叔公，既探了虚实，又能给他添堵，就算被发现了，也能推说是野物拱的，赖不到咱们头上。带上锄头，走城外小路绕过去。费窑上头有条废弃的老排水沟，给我挖开，别被巡逻的撞见。今夜就要个结果。小姐，巡逻的刚走，动手吧。快着点儿，挖开沟口就撤，别恋战。小姐，成了，水已经往费窑方向流了。走，咱们回府里等着。小姐，不好了！费窑上方的老排水沟被人挖开了，雨水正往窑口这边灌。什么？沈西颜这混蛋，手段也太下作了！他终于忍不住出手了，比我预想的还早。小姐，您早知道他会来这一手。假情报递出去了，他生性多疑，总得试上一试。挖排水沟既不用露面，又能探形时，正合他的性子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真让雨水灌进来？他想演戏，咱们就陪他演到底。他不是想逼我们转移粮食吗？那我们就如他所愿。他想探我们的底，我们就给他想看的答案，将计就计，演一场戏给他看。小姐的意思是？是说，你现在带2个熟手，做出排水系统顶不住，窑内马上要深水的样子，越逼真越好。那粮食怎么办？真要往出搬？库房里不是有空麻袋吗？连夜装沙土，堆得跟粮袋一样高，最上面薄薄铺一层真糙米，看着跟整袋粮食没区别。妙啊！这样远远看着，就跟真的在挪粮一样。全都堆在窑口最显眼的地方，摆出一副要紧急转移的架势。合着是演给那个戏做看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动静闹大一点，该喊的喊，该急的急。阿顺混在队伍里，越乱他越容易信。快，再搬几块沙袋过来，水都漫到第2阶了，再晚窑里的粮秧就全泡了。居然真的渗水了，看来我带回去的消息一点没错。
废窑里果然存不住粮。哎呀，哎呦，不行了，我手扭到了，需要回城包扎一下。小姐，货真价实，废窑真的渗水了。好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雨水都漫到窑口台阶了。他们正慌慌张张往外搬粮，一车车堆着，说是要连夜运去三里铺老仓。窑里本来就没多少存粮，这一泡，剩下的更没多少了。小姐，看来这小子没说错，沈周月那丫头果然是撑不住了，才急着往老仓转粮。算他还有点脑子，知道往城外挪。不过想跟我斗，还嫩了点。小姐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带人去劫了老仓的粮？不急，既然他把主力粮都挪去三里铺老仓，那咱们就盯着老仓，等圣旨这阵风过去，他没了国公府的名分，那满仓的粮食还不都是我们的？是啊，小姐，到时候不仅粮食是我们的，所有的家产也是我们的。昨夜阿顺带回来的消息看似板上钉钉，可总觉得沈周月行事缜密，不会这么轻易露底。三里铺老仓篇，你装成收杂粮的商贩进去，别露破绽，里里外外都看仔细，有没有存粮，存了多少，半点都不能错。小姐放心，我嘴严着呢，保证摸得一清二楚。我和阿顺去城外土坡盯着，看他那废窑到底渗成什么样，真渗水假渗水，亲眼见了才算数。那贱人鬼得很，要是敢耍花样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不对啊，小姐，昨夜我亲眼瞅着积水漫过第二道土坎了，窑里人喊马嘶的全在搬粮，怎么一夜过去，连水痕都快干了？你问我还想问你呢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绝对靠谱的情报啊！排水告急，窑内渗水，我看全是他娘的鬼话！小姐，我真没撒谎，昨夜我躲在土堆后盯了半宿，不可能是假的。蠢东西，你被人耍了都不知道。好你个沈周玉，从你混进去开始，每一步都在他的算计里，我反倒像个傻子似的顺着圈套往里钻。小姐，老仓那边一粒粮都没了，沈周月早就把存粮搬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装成收粮的进去转了3圈，除了几袋发霉的陈糠，连半粒糙米都没见过。守仓的老头说，半个月前就被人连夜拉走了，走的全是城外小路。好个沈周月，废窑渗水是假，三里铺老仓储粮也是假，自始至终全在他的算计里。他早就把粮全挪走了，拿空壳子吊着我满城转。福利米缸都快见底了，二小姐还锁着公仓不让开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小声点，听说大小姐城外存了不少粮，要不咱们……去，把府里所有路口都给我看死！我倒要看看谁敢叛府出城，谁敢去投奔沈周月那贱人。他囤了粮又怎样？我掐住出城的路，饿死你们！公仓锁了3天了，二小姐说府里存粮要留着给嫡系亲信，咱们旁支的一粒都不许动。我昨儿去求他，他让人把我轰出来了，说没粮就去城外找沈周月，看他肯不肯赏你们一口。那孩子都2天没吃上稠的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不等官兵来，
咱们自己就先饿死了。二小姐嘴上说着不让出城，可粮在她手里捏着，咱们不走就是等死。可她说了，谁敢出城就割除族籍。割籍？人都饿死了，要族籍干什么用？大小姐城外存着粮，咱们去了好歹有条活路。走，今晚就走，趁天黑翻后墙出去，绕过沈西岩的眼线。快走，过了前面巷口就是城外土道了。二小姐也真是的，大半夜寻着破路，谁会放着大路不走，偏走小巷？小心点儿，没错，小姐说了，看紧点儿，别让那帮恶鬼跑去找沈周月，抓住一个上半袋糙蜜呢。走，赶紧出城。一路辛苦了，灶上熬了粥，先给老人孩子暖暖身子。棚屋已经腾出来了，铺了干草，今晚先凑合一晚。大小姐，我们在府里3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。二小姐把公仓锁死，说我们是旁寄，不配吃粮。再去熬一波粥，多放2把米，把咱们备的咸菜也切一盘端过来。小姐，听说偏院那边今晚走了好几户，沈西岩发现了，正带人往这边追。他还敢追到城外费窑来？不怕，让护产队在土路口设2道路障，拦他一阵。先安置大家休息，天亮了再说。大家既来了城外费窑，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不必惶恐，有口吃的，不会饿着大家。大小姐大恩大德，我们一家子都记着。在府里天天挨饿受气，到了这儿，总算能吃口热乎的了。都是自家骨肉，活命要紧。周管家，把各家的口粮先预支3天，粥棚一直烧着，随时都能添。这一晚上前后后来了10几户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府里剩下的人也坐不住。沈西岩锁了粮仓，就是把族人往外推，他拦不住人心的。10几户，一晚上走了10几户，粮都锁了，路也封了，他们拿什么活？拿什么跑？小姐，他们都自带了干饼，饿了2天了，说宁可去城外讨饭，也比在府里等死强。奴婢实在拦不住啊！二妹，肯定是沈周月暗中蛊惑，不然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谁愿意投奔城外？他这是摆明了跟您抢人，拆您的台。好个沈周月，占了城外费窑还不够，连府里的人都要挖走。沈烨，带上几个兄弟，跟我去城外费窑。我今天就把那些叛府的恶鬼都抓回来，按族规处置。把那些叛府的族人都给我交出来，私离宗族，投奔外人，按族规该杖责除名。今天我必须把人带回去。笑话！人家自愿出城躲灾，犯了哪条族规？你沈西燕守着府库，不管族人死活，还不许人自寻活路。你一个镖客也敢跟我二妹这么说话？给我让开！沈西岩，城外费窑是我们的地界，你私闯进来撒野，到底是谁不守规矩？少拿这来压我！今天我非把人带走不可！着火了！别慌，水桶传过来，先把周围的干草清走，绝不能让火烧到储粮区。二妹，趁乱走吧。
真烧到储粮区，咱们就脱不了干系了。这帮混账东西，居然放火烧棚屋！真要烧到粮库，那可是灭顶之灾。小姐，坏大事了！通州商户那批杂粮全毁了。二小姐锁了公仓还不够，她这是要把我们城外最后一点粮道也掐断。商户不肯把货转手给他，他当场就翻了脸，下令让打手把所有粮袋全都划开，整袋整袋的杂粮直接烧了。他还当众放话，说得不到的东西他宁可毁掉，也绝不能落到咱们手里。这简直是趁火打劫。这批粮是给新来的族人备的，现在缺口补不上，往后口粮只会越来越紧。他怎么这么歹毒？守着府库还不够，非要断我们的活路。他拦不住族人出城，就想掐断粮道，逼我们退无可退。那怎么办？再找别家商户，一来赶不及，二来他肯定还会劫。他以为劫了官道上的粮队就能困死我们，却忘了通州不止一条路，也不止一处能筹到粮。小姐，这是……你带2个身手好的镖客，走芦苇塘密路绕去通州，找字条上的粮号掌柜提货。记住，昼伏夜出，别走官道，别惊动城里的人。放心，我亲自走一趟，铁定把粮安全带回来。他想靠囤粮拿捏我们，我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。以为毁了就没有别的粮了吗？诸位老哥，听说家里有余粮要出手，我家东家全收了。收粮有什么用？镇上粮商压价压得黑心，这粮再放2天发了霉，怕是连糠都不如。我们东家收粮，价比镇上粮商高半成，现银当场结算。真的？比粮商还高半成？绝不诓人，有多少收多少，当场点粮点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2清。卖！我家3担糙米全卖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是啊，公。大小姐早算准了连雨天农户存粮难，不用抢官道，走密道收散粮，既隐蔽又划算，生生绕开了劫粮圈套。二妹，这步棋太妙了，咱们把粮给毁了，断了沈周月的粮道，我看他怎么嚣张。那贱人跟我斗，他囤粮再多，架不住我掐住他的进货路子，用不了半个月，城外那帮人就得饿肚子，到时候他只能乖乖回来求我。小姐高明，等他撑不住散了火，城外废窑那批藏粮不全都是咱们的？二妹，咱们真不提前把值钱的东西往外挪挪？混账东西，这群没见识的东西疯了，你也跟着疯，听风就是雨的，半点出息都没有。哼，哪来的什么圣旨抄家，全是沈愁月那灾星危言耸听，故意编出来搅乱人心。亏你还是我堂兄，连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把戏都看不透，你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回肚子里。你等着吧，早晚有他后悔的一天。小姐，石叔捎信回来了，粮都收齐了，比预向的还多2成，连夜走密道往回运，明天一早就到。先安置好新来的族人，这批粮够撑到风头过去了。官兵调动的动静到了这个程度，禁军已经在提前集结。按这个势头推算，圣旨根本等不到后日，立刻去叫所有人集合，连夜加固窑口工事，老弱妇幼全部转移到窑洞最深处。长话短说，抄家提前了，速度比预想的来得快得多。提前了？不是还有2天缓冲吗？怎么会突然？没时间解释。石叔，你带护产队护送所有老人、孩童和伤员第一批进窑洞最深处的安置区，封好内侧石门，任何人不许随意出来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周管家，你带人清点所有饮用水和干粮，统一送到安置区，造册分发。
老朽这就去办，绝误不了事。小姐，那府里的族人们怎么办？他们还都不知道消息。我去请我爹，再最后去问一次，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来？能救一个是一个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冒雨过来？爹，今天凌晨就要被抄家了，您回一趟国公府，劝劝旁支族老和剩下的族人，让他们立刻往城外废窑撤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回去一说，若是圣旨没来，全府上下都要戳咱们父女的脊梁骨。女儿敢拿性命担保。爹，偏院低洼处住了几十户旁支族人，土墙草屋根本挡不住官兵。走，我这就回府。最后一次，希望他们能听我的。都静一静！看在我是你们家主的份上，请我沈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圣旨提前到了，今日凌晨我们就要被抄家，现在立刻回去收拾细软，往城外废窑撤。都别听那胡说八道，分明是沈愁月那灾星蛊惑人心，想骗大家出头投奔他，好夺家产。誓言，人命关天，你别拿全族人的性命胡搅蛮缠。沈震，你身为家主，不思安抚族人，反倒跟着灾星一起造谣生事，鼓动大家背弃祖宗基业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三叔，人命关天，祖宗定下规矩是为了护着族人，不是捆着大家送死。哼！今日谁敢踏出国公府一步，即刻从族谱上除名，永世不得归宗，死后牌位进不了祠堂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谁敢私自出城就是叛族。等风头过去，府里的田产公仓的赈济，半分都别想拿到。有我在，今天谁也别想出这个门。爹，怎么样了？沈西言带着心腹仆从死死堵在门口，拿革除族籍、收回田产要挟大伙，族人们都怕丢了生计，没人敢出城。是爹没用，枉我做了这么多年家主，临了连让大家信一句保命的话都做不到。您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尽了家主的责，也尽了长辈的心，没人能挑您半分错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问心无愧就够了。爹，官兵提前了，您立刻往城外废窑走，通知石叔打开全部安置区。这么快？还有在路上赶来的族人？我带2个护卫去半路接应。不行，太险了！官兵说来就来，你现在去就是往鬼门关闯。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半路被抓。您放心，我只在城外土道入口的高坡接应，绝不往深处走。瞧见没？就凭沈震那老东西3言2语，还想翻我的天？只要田产公丘攥在我手里，他们就不敢不听我的。那是自然，小姐您才是国公府的主心骨，什么圣旨抄家，纯纯是那父女俩编出来夺权的鬼话。那是什么动静？官兵冲进来了！真的有圣旨，沈震说的全是真的，我们刚才怎么就不信呢？快逃啊！往城外跑，再晚就没命了！小姐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。慌什么？不过是寻常查抄。二妹，抓紧我的胳膊，别松手！小姐，往这边挪，后门就在前面，再坚持2步。我的天，官兵来得太快了，再晚一步，咱们就全被堵在里头了。小姐，这哪是寻常查抄啊，这真的是满门问罪的架势，
沈秋月那丫头当真没瞎说，灾星，那贱人果然是个灾星，都是他咒的。大家别慌，往我这边来。青壮年搭把手，背上老人，护住孩子，顺着这条道往城外走，直通费阳。路上有石灰标记，别走岔。老人孩子走中间，壮敏力在两边护着。你在这守着，后续上来的人都按这个路线走。我先回费瑶入口盯着，晚了怕是要乱。好。抢粮食啊！晚了就没命了！都退回去！谁敢乱闯土粮区，别怪我不客气！命都快没了，吃善粮怎么了？你们就是想私吞！都住手！谁再敢闹事，你们一口粮也吃不到！大家先暖暖身子，别冻坏了。窑里已经铺好了干草，都能落脚。想活命的，都听我说。老弱妇孺先进窑安置，按户登记，每户先发3天应急口粮。壮来力分2班，一班值守窑口，一班搜救后续出来的人。谁敢乱闯储粮区，哄抢粮食，立刻逐出城外，生死自负。大小姐点完了，逃上来的一共63户，287口。偏远低洼处的10几户至今没见人。国公府正院方向，火光冲天，看着是官兵在清点造册。国公府全没了，列祖列宗的基业就这么没了。三叔，人平安就好，留得火种在，比什么都强。周月丫头，是我糊涂啊！我守着老规矩，拦着你散财分家，是我害了族人呐！我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？带三叔公去里侧干燥处歇息，端碗热姜汤，再拿件干衣裳。分3队搜救队，沿土道往回搜，重点找偏院后街方向，注意安全，避开官兵的巡逻路线。明白，我这就带人出发。二妹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，又冷又饿。再熬半天，咱们自己先撑不住了。小姐，要不咱们去城外费瑶那边凑合？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沈周月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放狗屁！去了就是低头认输。我在国公府说1不2的时候，他还在闺阁里绣花呢，让我去求他，门都没有。可现在府都抄了，家也没了，再硬撑，命都没了。没出息的东西！他沈周月就是个灾星，要不是他天天咒国公府，能招来抄家的祸事，去找点野果草根垫肚子。这笔账我早晚跟沈周月算个明白。从今日起，储粮区加双港严密封锁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准靠近半步。每日口粮按人头定量发放，成人每日2稀1干，老人孩子多加半勺糙米。1日2餐统一在广场分发，公开透明。大小姐，现在就有近300口人，后续搜救回来还得添人。能撑到的，你连夜把在册人口和物资明细造出来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一队在偏院后街找到了失联的5户人家。可那条巷子被官兵封锁了，他们被困在巷尾的破院里，官兵正在挨家挨户搜人。那破院的问墙看着已经松了，撑不了多久啊！大小姐，偏院后街找到5户，都没事，就是受了惊吓。还有，国公府正院被官兵贴了封条，整座府邸都圈了起来，里面的东西全被登记造册搬空了，半件都没剩下。府没了，田也没了，宅也没了，咱们往后可怎么活？早知道就该听大小姐的，
提前散财出城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大家先别慌，国公府没了，我们费瑶还有存粮，能撑住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人在，总能想办法。国公府是没了，可人家大小姐私产多着呢。当初卖了那么多首饰，指不定藏了多少精细粮食，哪能跟咱们一起吃糠咽菜？就是，每天就给那2口稀粥。我看沈周月就是故意克扣，把好粮私藏起来，留着以后卖钱。不能吧？大小姐看着不像那种人。什么不像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现在国公府没了，沈周月手里的粮就是独一份儿。以后想拿捏咱们，还不是看他一句话？咱们得一起去要个说法。凭什么大家受难，他沈周月在窑里吃香的喝辣的？走，找沈周月要说法去，不给加粮，咱们就自己拿。站住！储粮种地，谁敢硬闯？我们要吃饭，凭什么扣着粮食不给我们？你们私藏好粮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都住手！你们说我私藏粮食，好，今天我就把账算在明面上。周管家，念。变卖首饰换粮多少？夫人亭主换粮多少？收农户散粮多少？一笔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连几斗几升都分毫不差。现存糙米127担，薯干56担，每日定量配给，可撑4个月。是谁在背后煽风点火，挑唆抢粮？我心里有数。要想吃饱，灾后靠双手开荒，而不是盯着这点救命粮搞内斗。国公府那一片已经全封了，官兵把前后门都钉了木板，门上贴了白纸黑字的封条，巷子里飘着碎纸断木，腥臭味呛得人喘不过气，根本没法靠近。我的家就这么没了。正门那对石狮子都被推倒了，半条巷子都堵死了。从今日起，所有人暂留费窑休整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回城。官兵还在清点造墓，贸然回去，轻则被抓，重则丢命。可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呀。还有什么比命重要？等雨停了，官兵撤了，只要我们大家都在，重新生活不是问题。第一，安置区、灶房、茅厕这些公共区域，每日早晚各撒1次石灰消毒。所有饮用水必须煮沸3沸才能饮用，不准喝生水。第二，工程队今天就去排查费窑周边所有土坡、土层松动的地方，立刻设警示标记，任何人不准靠近。老朽这就安排人去办。大雨之后容易生病感染，小姐考虑的周全。哼，什么生病感染？我看就是小题大做，祖辈传下来，遭祸也不是1回2回了，从没听过还要撒石灰煮开水的，平白浪费石灰柴火，折腾族人。三叔公，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又下了这么大的暴雨，最容易闹时疫。我活了快70年，什么没见过，哪那么容易闹时疫？我看你就是刚长了点权，变着法式立规矩耍威风。哼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压下去。别听那丫头瞎折腾，什么消毒什么煮水，都是吓唬人的。咱们祖辈喝了一辈子井水，也没见出事儿。想回城取东西的，趁后半夜雾大悄悄去，别声张就行。就是，我家床底下还藏着半包银锭子，总不能烂在泥里。这是撞了什么邪吧？好好的人回城一趟就成这样了，肯定是官兵在府里下了咒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全窑的人都得遭殃。
错不了，是晦气冲身。快去把城外的神婆请上来，做场法事驱邪，不然灾祸就要蔓延了。都住手！哪来的什么邪祟？这是喝了脏水、沾了晦气引发的疫症，求神拜佛没用。都出人命了还嘴硬，祖辈传下来的规矩，遭了灾就得祭天祈福，你懂什么？真要是疫症传开，全族都得陪葬。必须听我的！现在立刻把病患挪到侧窑隔离，所有人不许碰他们的衣物，饮用水必须煮沸，住处全撒石灰。再闹下去，才是真的要出事。女儿啊，当初囤货的时候特意预留了防疫的草药和石灰，连应急的分量都算好了，不然今天可就遭难了。夫人，可不是嘛，小姐早就说大灾之后防大疫，偏有人不听，非要回城瞎跑。我之前就觉得沈周月是灾星，否则怎么会算得这么准，连药材都备上了。看我怎么向族人揭发他的真面目！醒了，烧退了，人醒过来了。周月丫头，是三叔公糊涂，鼠目寸光，屡次三番刁难你。今天这2条命，还有全族的安稳，都是你救的。以前是我不对，给你赔罪了。三叔公言重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不上赔罪不赔罪。活着的人好好活下去，比什么都强。抄家过去5天，废窑里安顿了近300口人，粮食还能撑4个月，疫病也控制住了，但真正的难关还在后面。官兵一日不撤，我们就一日不能回城。城外废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得趁着这阵子，在城外找个真正能落脚的地方歇会儿吧。这5天你没合过眼。我的地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几亩地呀，就这么全没了。土层都被冲毁了，今年肯定绝收了，明年也未必能种活。没了地，咱们靠什么活？总不能坐吃山空，最后拖家带口去逃荒吧？旧地废了，就找新地。走，去城外西边那片荒坡看看。好好的地方就这么毁了，可惜了这些木料砖石，全泡烂了。烂不了，挑完好的木料砖石都捞出来，码到土道边晾干，以后建新房修菜地都能用。这几处坡地向阳，土层厚，底下是黄土，保水性不差，修成菜地低田，绝对能种粮。大小姐是想在荒坡上造田？周月，你是想开荒造田？可族里现在人心惶惶，不少人家都在收拾包袱，打算等官兵撤了就往外乡逃。没人肯跟着折腾啊。存粮吃完怎么办？逃荒路上冻饿而死的人更多，只有自己种出粮，才是真活路。明天召集大家，我来说明。小姐，不好了，西头有3户人家偷偷收拾了东西，连夜往城外深山里走了，还说留在废窑迟早饿死，要去外头讨饭。这就是旧菜地的土，都板结成硬块了，这哪还能种庄稼？那可是几10年的土地啊，难道一场大雨就真的废了？荒坡上的土更不行，松垮垮的，存不住水，从来就没人在这种过粮。唉，大小姐这主意怕是太想当然了。旧菜地看着宽，实则表层熟土全被冲走了，底下全是生泥板结，要清3年才能恢复肥力。那可是种了几10年的熟地，荒坡野岭从来没人种过粮，能长出什么东西？就是开荒费力气不说，要是颗粒无收，岂不是白白折腾？城外西荒坡的黄土层厚3尺，底下是岩石不漏水。我们修成等高梯田，
田地保水，边沟排涝，种耐旱薯类、杂粮。我算过，开出200亩梯田，收的粮就够全族吃1年。之前我说有抄家之祸，你们不信，最后应验了。我说会闹疫症，你们不听，最后也出事儿了。我相信我女儿肯定可以。如果不是她，我们命都没有了。开荒种粮这事儿，我敢拿命担保。我信周月丫头，她次次都算在前面，从没错过。就地再好，3年缓不过来，咱们等不起。开荒造田，我第一个报名，愿意跟着干。行，就听大小姐的，反正地也没了，折腾总比饿死强。周月丫头，今天我是来赔罪的。从前我拦你散财，阻你出城，处处跟你作对，是我老糊涂了。唉，这场大祸冲醒了我，我老了，脑子转不动了，再掌着权，只会害了全族。往后这族老会的铜印和族中事务全交给你，之前签的分家协议也作废了，沈镇还是我们的家主。我深知三叔的脾气，一辈子要强种脸面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主动放下身段交权。三叔公，这铜印我不能全接，族里的祭祀、宗族规矩和老人赡养，还得您和父亲来主持。是啊，三叔，农事开荒防灾工程由周月负责，大局决策依然得您和族老们坐镇。咱们各司其职，您和父亲稳住族人的心，我带大家种地活下去。听说了吗？三叔公和沈周月联手了，打算放权了。以后我们沈氏一族又团结起来了。这下好了，再也不分什么嫡系旁支了，大家都是沈氏族人，拧成一股绳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。就是，现在听大小姐的，准没错。从今日起，壮劳力分3队，轮流上西荒坡开荒整地。干！不就是开荒吗？有力气还怕种不出粮？大小姐说咋干咱就咋干。没错，开荒我们有的是力气。妇人队负责整理种子、搓草绳、修补农具，老人孩子能动手的帮忙捡碎石、晒干草，多劳多得。开荒有功的额外奖励口粮。就是多劳多得，咱们妇女搓绳补农具也能出一份力。出发！表层黄土看着厚实，往下半尺就碰到了密密麻麻的碎石，开荒难度比预想大得多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咱们提前订的锄头、犁兵、铁器铺不给货了，说有人出了双倍价钱，把铺里所有农具全订走了。谁干的？是沈西岩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了笔银子，把城外3家铁器铺的农具、铁钉全给包圆了，还放话说咱们一根钉子都别想拿到。沈西岩这个混账东西，自己不干活，还要断全族的活路。楚丙用老槐木，孙某嵌合，山地碎石多，厨刃只需包一层薄铁片，轻便趁手。大小姐，木柄石犁的能经得住灶吗？以前可从来没人用过。你们试试就知道了。二妹，沈周月用石头造出了工具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用木头、石头造出农具？二妹，3家铁器铺都在催尾款，咱们砸进去的银子全套在农具上了，卖不出去，拿什么结款？费瑶的人差不多都跑西荒坡去了，咱们守着空城，连收租的地方都没有。更糟的是，
三叔公已经跟沈周月联手，要是他们查起前几年府里账目上的亏空、秀媛的银子，咱们根本兜不住。既然他不让我活，那大家就都别好了。卡断农具都没逼得沈周月低头求饶，竟还用木头石头造出了趁手农具。二妹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再不想法子，等他把西荒坡开出来，就更动不了他了。既然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他不是囤了一废窑的粮和谷种吗？我让他守不住。你去跟黑风岭大当家说，我给他做内宴，3更开土道放他们进来。二妹，那可是山匪啊！万一闹大了，是灭族的大罪。咱们都是沈氏族人，不能这么干。怕什么？事成之后把锅推给流民，谁能查到咱们头上？再啰嗦，你就别跟着我。是，二妹。干什么呢？我是城外采买的小货，放开我！采买的不走正道，专钻荒林子，再嘴硬，现在就把你扔进泥沼喂野狗！我说，有人找到我们大当家，说废窑里存粮多，约好3更里应外合。大当家带着10几个兄弟，现在就藏在城外的林子里，等着到点动手。说。是谁找的大当家？我真不知道，这种事情大当家怎么会告诉我们？还知道什么说？不然就把你绑到城外枯树上，你觉得饿了几天的野狗会怎么样呢？我就知道，现在就藏在城外的林子里，等着到点动手。竟然有人敢通匪引狼入室，这是要毁了全族啊！人就压在外面，我们必须立即行动。既然想玩里应外合，让被抓的山匪给他们发信号，咱们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面。我带一队人守在储粮区内侧。师叔，那你带镖客队埋伏在土道2侧，断他们后路。动手！说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敢说半句假话，立刻送官！是沈西岩，是他找的我们大当家，说里应外合洗劫废窑，分我们3成粮食，不干我们的事儿啊！他既然敢做，就要敢担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算算这笔总账。人都带到了。昨夜参与劫粮的山匪也一并擒住，全都招了。今日当众公审，桩桩件件都摆到明面上。你勾结黑风岭山匪，约定3更里应外合洗劫废窑，事成之后分3成粮食。你是不想让全族人活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们已经联合族老把分家的文书撕了。沈镇还是我们的家主，你说有没有办法？你勾结山匪，戕害族人，早已触犯族规大忌，今日定要按族规处置。就是他找的我们大当家，说废窑守护空存粮多，还答应引开值守的人，我们都对过暗号了。他说什么就什么，我不认。你们被他骗了！还有你这个沈氏灾星，还敢提沈氏？我问你，3年前府里发的赈济银，你私挪了2成中饱私囊；前年偏院修缮，你贪了修院的银子，害得去年粮没了3担，有没有？还有上月你带人擅闯废窑，纵火烧毁棚屋，差点引燃储粮区，这笔过错，你以为能混过去？老东西，你还有脸说我？当初是谁跟我一起骂沈周月是灾星？是谁拦着他3才分家？现在转头就投靠他，卖了我表忠心，你算什么族老？是，我从前老糊涂，
守着老规矩，看不清对错，拦着周月丫头，害了不少族人。我愧对列祖列宗，不配做这个族老。可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改。你呢？你为了私怨，勾铃山匪，要毁了全族上下近300口人的活路。你才是真的不配做沈氏子孙。都是你这个灾星，祸害！要不是你天天咒国公府，能招来抄家的祸事，哪有今天的事？你就是个祸害人的灾星！我女儿是不是灾星，全族上下近300口人的命说了算。今日公审公断，按族规处置。大家说，该如何定夺？各除族籍，逐出城外，永世不许回来。按族规，通匪灭族者，革除族籍，永世不得踏入沈家族地半步。沈西烟、沈毅、秋荷和阿顺等人送入衙门，即刻执行。小姐，救我啊！我不想被流放。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沈愁月，你个灾星！沈西岩、沈毅、秋荷3人通匪劫掠，祸害乡里，按律杖责后流放3000里，家产抄没充公。通匪是灭族的大罪，只判流放已是县令开恩，也算给全族一个交代。宅基地的划分都捋顺了，按人口分户。向阳平整的，先匀给有老人孩子的人家，边角地块留给青壮。挨家挨户都问过了，没人有异议。族人分工也排好了，老人照看晒种场，壮劳力分2班轮值，一班修蓄水池，一班拓土道，妇人全去后勤坊帮工，各司其职，乱不了。这些族务琐事最磨人，三叔公打理的比我周全得多。从前攥着族权耍威风，净做糊涂事儿，差点毁了全族。如今能为族人干点实事，也算赎之前的罪过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初谁能想到这荒坡真能长出苗？照这长势，再2月抽穗灌香，秋里就能收。这天怕是要旱太久了。备好了干粮和防暑的草药，以后每日午后我都让人送过来，大家干活也有个补节。辛苦夫人了，有你们做后盾，我们干活也有劲儿。爹，土渠水位降得太快了，怕是要旱了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最高处的菜地土都晒裂了，西边的蓄水坑干了半截，再这么晒2天，地处的苗也得蔫。再这么晒下去，苗就全烤死了。好不容易开出来的地，难道就这么白折腾了？这不是普通的伏旱，是大旱的开头。光靠蓄水坑那点水撑不住，必须修引水渠，把城外深处的水源引过来。修渠得费多少人力啊？万一修到一半下雨了，不就白忙活了？我敢断定，这场旱情至少还要持续2、3月。等雨来，苗早就枯死了。信我的，现在动工还来得及。我家旧坟地西坡有一眼活泉，藏在山坳里，水量足，4季都不干。就是祖上传下来是护坟的风水泉，轻易动不得。动祖坟旁的泉水，在宗族里是大忌。祖宗立规矩，是为了护着子孙活下去。抄家那会儿，多少族人没挺过来，人都活不下去。守着一眼风水泉有什么用？就用这眼泉，先保住苗子再说。
顺着地势调整渠道路线，尽量绕开坟地核心区域，只引侧支泉水，既不扰祖坟安宁，又能满足灌溉需求。这么安排就稳妥了，既守了祖宗的规矩，又能救地里的苗子。只要能保住这季粮，我们多绕2里地修渠都不算事儿。爹，我来给你上点药，不影响干活的。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早通1天水就多活半亩苗，近300口人的口粮等着呢，歇不得。水来了，真的通到地边了！你们看这苗沾了水，立马就挺起来了，活了！这下苗子都能活了。多亏了大小姐带着咱们没日没夜修渠，不然这一季口粮就全晒死在地里了。这水来的正好，刚好赶上灌浆期，再熬40天就能开镰。全线都通了，咱们的菜地有水浇了！哎呀！小姐，您看大家都高兴坏了，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吧？总算赶在苗窟头前通了水，这批粮食算是保住了。这些日子大家起早贪黑赶工，都没白熬。对啊，大家终于有口粮食吃了。当初国公府被抄，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粮了。谁能想到，人人嫌弃的荒坡烂地，如今成了咱们全族的保命田啊！可不是嘛，这红薯都比别处的大，今年冬天再也不用喝稀粥挨冻了。大小姐，算出来了，稻米、红薯加杂粮，总产量比预估多了20%。除了全族1年的口粮，还能余下近100室做储备粮，连明年的种子都够了。小姐，您听见了吗？近100道余粮，咱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听见了，这批粮不光能管饱，还能攒下家底。回头你跟我合计合计，余粮怎么存，怎么用，总得让大伙儿心里都踏实。大小姐放心，有您在，咱们心里早就踏实了。抄家、议政、大旱，一关接一关，全是靠着周月丫头才闯过来的。三叔公说的是，他有本事有人心，能带着族人活下去，也能带着大家过好日子。我这族老之位，该由周月丫头来做。是啊，从前我们守着老规矩不服气，现在是真的心服口服。家是没醒事啊！三叔公，我觉得我这个家主当初连护不住族人，现在我想把家主的位置交给周月，我们和其他族老当他坚实的后盾。我们都服大小姐，请大小姐当家主。父亲、三叔公、各位长辈，我年纪尚轻，族中规矩祭祀都还不熟，担不起家主之位，还是父亲继续主事，我从旁辅佐便是。大小姐，你就别推辞了，除了你，没人能让我们心服口服。你当家主，我们干活都更有奔头。我比谁都清楚，这些日子，女儿熬了多少夜，跑了多少路。各位长辈，各位乡亲，多谢大家信任，但这家主之位我不能接。周月，你有本事有声望，为什么不当？难道是怕担这副担子？不是怕担责，是我觉得宗族不该是一人说了算的一言堂。我提议废掉旧的家主专断之制，改设宗族议事会，族老、青壮、妇人各出代表，
大师共同商议，公仓账目每月当众公开，人人都能监督。一个人想得再周全，也有疏漏的时候。众人的事，众人商量，才最公允，也才能让家家户户都上心。好，说得好。从前，就是我一个人守着老规矩拍板，才差点闯了大祸。我也觉得妥当。咱们不求一人掌权，只求全族能安稳过好日子。爹主管农业开垦与基建工程，三叔公担任议事会首座族老，主持祭祀，协调族老事务。娘主管妇孺安置与后勤访务。大小姐，咱们今年荒坡菜地收成这么好，来年是不是能多开100亩地？兄弟们都攒着劲儿呢。来年在城外建一座水磨房，既省了人力舂米，还能给周边村子加工粮食，换些钱粮回来。好事啊！还有一桩，村里的娃们都没处认字，我提议办个义学，不光教识字，也学农技，后辈有出息，宗族才长久。我也有个提议，办个妇孺工坊，教女人们纺线织布、编竹器、做酱菜，手艺学好了，既能补贴家用，也能给族里添份进项。真是荒坡开出来的地，我们村河畔良田都旱得绝收了，你们这坡地竟然能收这么多粮。这是等高梯田，田岗保水，边沟排涝，旱能浇，涝能排，比平地还稳当。底下修了引水渠，连城外岸泉都引了过来。唉，我们村旱了2月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存粮撑不过冬天。早就听说城外出了奇人，沈老弟，你可得教教我们，不然全村老小都得逃荒去。都是小女领着大家琢磨出来的法子，现在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哪有藏着掖着的道理？沈老弟高义，我们村正愁得睡不着觉，您这可是救了我们全村老小的命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听着就觉得靠谱，我们也少走些弯路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客气什么？光教技术只能解一时之急，今年大旱，明年未必就风调雨顺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提议，周边几个村子联起手来，共建联合水利，合修山塘水渠，共享水源，互帮互助，才能共度旱灾。联合是好事，可各村地界、人力、水源怎么分？万一闹了矛盾，反而伤了和气。这事儿好办，我来牵头协调。咱们立好规矩，按人口出劳力，按田亩分水利，公平公正，谁也不占谁便宜。爹，你主动揽下最磨人的协调差事，替我省了不少心力。说的什么话？本来就是我该做的。那就这么定。后日一早，各村派管事的到我家来，我把规矩的草稿先拟出来。你们2村回去也合计合计，各家能出多少人，哪段渠归哪村管，工时怎么轮换，心里先有个底。成，我回村就召集人手商议，后日准到。我这边也没问题，联合水利是长久的事，早定早动工，早动工早受益。后日一早，我带人过来。好，那就后日议事，各村把难处都摆到桌面上，规矩立明白了，往后就不扯皮，大家伙拧成一股绳，这旱灾就没什么过不去的。这段主渠从这儿走，得占我们村3亩荒坡。我们村本地地少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往南挪2丈就进我们村地界了，我们也吃亏。总不能让一村单独让地。主渠是2村共用的活水，占地多的村修渠时少出2成人力。这段间成双分水口，你们2村各分1半水量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鹰嘴坡地势最高。主渠修在这儿，下游能多覆盖50亩灌溉田，长远看对2村都划算。
占地多的少出2成人力。我那3亩荒坡本来也种不出什么东西，省下20个劳力倒是实打实的。老王，你家那边呢？我算过了，主渠从鹰嘴坡走，虽然占了2村的地，但双分水口一修，咱们下游多出的灌溉田可不止50亩。来年真要旱了，那可比现在争这3亩2丈的荒地管用得多。行，沈老弟这账算得公道，又省人力又保水源，我没话说。老王，你呢？你都不说啥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就这么定，回头2村各自出人，立了字据，谁也不反悔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就让后生把渠线标清楚，3日后动工。地界、水量、出工的规矩都谈妥了，3日后各村人手齐整就能动工。今年入冬前把主渠修通，来年春灌就彻底稳了。往年族里再难，也要办祭祀大典告慰先祖。今年咱们闯过抄家之祸，熬过旱灾，荒坡变良田，还连了邻村共度难关，是该好生祭祀一番，祭谢先祖庇佑，也给全族聚聚心气。那今年的祭祀就由周月来主持吧，由他主祭告慰先祖，最合全族的人心。我怕不熟祭祀古礼，礼数不周，怠慢了先祖。怕什么？流程规矩全由我盯着，保准错不了。你只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把咱们这一年闯过的关、造下的业说清楚就行。没人比你更有资格说这些话。好，那今年祭祀就由我来主持。为岁末冬至，沈氏族人仅以本年丰收之谷、黍、药草，敬告列祖列宗。今岁遭逢大难，生计危在旦夕，幸得上下同心，方有今日苍庐见识，族人安居。我守了半辈子家权，连抄家都没能提前预警，护不住族人，不配坐这个位置。即将家主之位传给沈周月。我们都服大小姐，请大小姐接任家主。诸位长辈相亲信任，我便接下这副担子。往后有事儿，我们各方代表商量着来。我们一起守好这个新家。老人家先坐，孩子这边来，热汤马上到。逃难躲费尧那会儿，谁能想到还能吃上这么热闹的宴会？今天借着宴会，跟大家说说几件事：开春扩种100亩果林，多一份稳当进项；开办宗族义学，村里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能来识字学农技。哇，好啊！开荒修渠的死官都闯过来了，来年种果林办学校，咱们新沈氏村的日子铁定越过越红火。连女娃都能进义学，这可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跟着族长干，日子越过越好。跟着族长干，日子越过越好。想起去年国公府被抄，咱们挤在废窑里躲官兵，遍地都是哭声。谁能想到，不过1年光景，荒坡变良田，废墟起新村，连义学都办起来了。当初你大病初醒，非要散财分家，全族上下都骂你妖言惑众，我也跟着捏了一把汗。现在回头看，每一步你都走得准，扛得稳，爹远不如你。这1年你没睡过几个安分觉，散财、避祸、平内患，什么难事都冲在最前面。如今日子稳了，也该歇歇，多顾顾自己。从城外3道暗哨到4村联防队，从废窑几代存粮到3座公共粮仓，这一路硬仗打下来，咱们新沈氏村再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小村落了。从穿越之初睁眼就在灭门绝境里求生，到如今却带着近300口人，把人人嫌弃的荒坡烂地变成了良田新村，总算没白活。
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信我，肯跟着我干，才有今天。往后的日子还会越来越好。走，还自己走。族长，去地边看了，今年秧苗长势旺，秋收铁定差不了。族长，新一批竹器编好了，下午就让人运去镇上卖，准能卖个好价钱。从绝境里踏出一条生路，不过是开始。往后还有百亩果林丰收，更多村子抱团取暖，还有无数个安稳的春秋冬夏。这条命终究是没白活。